们正常来说认识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生啊，这我想说一下，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认识之后吧，他聊了几天，好感挺好的，他就在一起了，然后慢慢的再去发展关系。然后也有一些人他认识3个月左右再去发展关系吧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太长时间，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跟你只是很平淡的聊天，一直没有进入到恋爱状态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他把你当普通朋友吧，但是要是一个人他跟你是暧昧的聊天，都已经聊了2-3个月了，那说明他跟你暧昧聊天，他要么就是有好感，是不是？要么就是吊着你，就只有这2种可能了。那这个如果时间过长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那你肯定就很容易会变成备胎。所以就是人他虽然可以有观察期吧，就是认识一个人之后吧，有好感，但是他有一个观察期，但是我之前就说过了，这个观察期啊，这个暧昧期它是不可以太久的。就是很多现实在一起的人吧，他们会约出来去吃饭、看电影、去玩，去一起做一些手工，去拍照，去怎么样。他2个人可以单独约出来，然后去就是说这种就是暧昧期，知道吧？这种对方如果也同意了，然后那就说明他肯定是对你有好感的，正常来说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正常那种我们就不说了，就是正常来说能跟你单独出来约的女孩子，或者愿意一直找话题跟你聊天的女孩子，那你们这个暧昧期肯定是成型的。但是这个暧昧期如果太长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而且2个人在一起吧，其实不是终点啊，在一起只是把当下的感情更加升温，进入一段新的感情而已，知道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有一些人啊，他会就是有一些人他前期加了以后吧，他聊天聊得非常好，然后可能几天就在一起了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吧，因为在一起只是说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就算是一个身份吧，陪在另一个人的身边啊。所以你们只能说在一起以后，你们2个还是互相尊重对方，还是很关注对方，很爱对方，那你们才会就是在一起之后去磨合，适合的才会在一起，不适合的也还是会分开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这样的嘛。所以从谈恋爱呀，从不认识到认识，到亲密关系，到谈恋爱，到喜欢，到确定关系，其实这个东西多久都可以。有些人他就几天好感也觉得很好，那他就再去在一起，拿一个状态，拿一个明确的态度去对待对方。那有些人他聊了，他觉得不好，那他后期表白肯定会失败的。但是有些人聊了，他也挺好的，但是这个时间我建议就是不要超过3个月，因为暧昧期太长的话是不行的。暧昧期太长的话，喜欢的那一个人，就不管是男生喜欢女生还是女生喜欢男生，在暧昧期过长之后呢，这个人会不自觉的放低他的身段，放低自尊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是比方说一个男生追女生吧，这个暧昧期很长，他反复的追过你很多次，但是你一直没有同意，那这个追你的男的他就会越来越卑微，越来越卑微，越来越卑微。那这样的话他最后会怎么样呢？他最后你肯定不会喜欢一个，我之前说过了，女生肯定不会喜欢一个比自己卑微的男生。他恋爱是平等的，如果在这个追求过程中，因为暧昧期过长，但是你一直很喜欢对方，
对方一直不给你表态，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卑微。那在你变得越来越卑微之后呢，这个关系已经不平等了。那对方后续考虑男朋友的时候，他其实不会考虑你，而且暧昧期过长，为什么一直不考虑你呢？这个其实就是他不喜欢你，就是聊下来他可能不太喜欢你，但他觉得有你一个追着他也不错，知道吧？没有，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为什么女生她有些女生她会观察几个月再跟一个男生在一起呢？没有，主要是因为现在很多男生，你刚接触他的时候吧，没有，他可能人模人样的，就是有一个人设或者他凹的人设，或者他想表现给你看的一些优点，但是人模人样，然后这个人可能背地里就有点变态，或者有点什么单纯觉得你好看想跟你睡，或者是他会打人家暴，这是人他在刚认识的这段时间他是不会表现自己的缺点的，因为他刚认识你的时候他肯定是表现自己，他喜欢你肯定是把自己的优点呈现给你，然后你们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去，你如果能包容他的缺点就是能欣赏他优点包容他缺点，那你们就会在一起，后面就会在一起了没有？但是在一起之后你如果发现他是个变态，是个暴力倾向是个渣男，或者单纯只是为了肉体，那这样的话呢你还是会跟这个人分开的。所以在一起真的不能决定什么，而且有些人他真的很会伪装，所以女孩子在你追她过程中她也会去审视你，就是这样的没有？所以很多女孩子跟男生在一起她会去考虑这一段时间，这个其实是一个自爱的表现，其实挺好的。所以就是说就是说可以有就是说可以有暧昧期吧，没有？但是这个暧昧期是不建议太长的，太长了。如果一个男生变得卑微之后，这个女生她其实就是不喜欢你，说白了，但是又不愿意放开你，这样子就不太好，知道吧？反正就是恋爱这个事情嘛，你们在一起之后也不代表你一辈子都会在一起，你合适才会在一起，不合适也不会在一起，合适才会组建家庭之后结婚，那不合适也不会在一起。甚至现在很多人他结婚了，他发现对方其实就是很多人他很会伪装，他婚后才会把自己的一些家暴的倾向表现出来，你才会知道。所以有些人结婚了，他们俩并不幸福。现在离婚率是非常高的，在我们国家，但就只能说明这个婚姻的幸福率很低，所以他离婚率就变高了。就是很多男生女生他都比较恋爱脑，他就是比方一个人稍微对他好一点，那他就会动心啊，或者怎么样，然后最后发现然后就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可能不那么合适，但是呢又有点舍不得，因为毕竟在一起了嘛。然后就后面又就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然后他就结婚了。结婚之后呢，就发现这个男的他可能会打人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受不了，觉得对，因为两个不喜欢的人他肯定会越来越生硬的，那这样子的话最后肯定就会离婚了，知道吧？反正就是可以喜欢一个人，然后可以去发展关系，在尊重对方的情况下去表现自己，这个之前怎么追女生已经说过了，很明白了。但是如果一直是属于暧昧状态，一直没有进展的话，那这个很浪漫这种暧昧的氛围已经几个月了，然后你怎么样都没有进展，然后怎么样都捅不开对方的小心房的话，那我觉得其实就差不多了，知道吧？因为真的你暧昧了几个月之后，你真的就可以去试探女生对你的态度了，就是对吧？如果他很明显的就是跟你暧昧，但是一直不表态的话，那他很明显的就是在吊着你，他很明显的就是不喜欢你，但是他吊着你。因为一个人他跟你暧昧，他可能跟你说还不太了解你，
是不是可能还想再观察一段时间，或者说你们真的就是很平常的聊天，我不太熟，这些都蛮正常的。但是我说过了，如果你邀他出来玩啊，你什么什么的，他跟你聊天都挺暧昧的，然后你邀他出来玩都能邀得出来，你们就是在一个暧昧关系，然后他却一直不承认你的话，那我只能说他就是不喜欢你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之前就是科普过怎么去牵手嘛，可以试探性的去碰对方的手，约对方看电影去碰他的手，看他愿不愿意牵手。那这种时候如果他接受了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，你后面看完电影其实你可以找时机表白。那这时候如果他还是拒绝你的话，那其实就他完全不喜欢你。你看他都愿意跟你牵手了，但他拒绝你的表白，那能说明什么呢？那他肯定就是图你点什么吧，反正至少要么就吊着你，要么就是图你点什么。所以说你认识一个人其实多久啊，相处多久，确定恋爱关系其实都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你的暧昧期如果已经到了，暧昧期太久了，然后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对方不喜欢你。如果你暧昧期太久了，就像是你约会很多次，但是你一直不能确定关系，那你们基本是不会在一起了。就像之前有人他约另一个女生出来玩，他们都一起去旅游了，但他们还是没有确定关系，还是没在一起。那说明什么？那个女生不喜欢你，但是她不是一个自爱的女生，她就是跟你去旅游，他就是跟你去做一些情侣之间可以做的事情。那遇到这种人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是远离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而且说白了，如果一个人他一直纠结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在一起，什么时候跟你在一起最合适啊，现在还不太合适，你都表白好多次了，还是不合适，那其实你可以明确的告诉自己啊，那个人其实他就不怎么喜欢你，所以他不怎么喜欢你，那你就调整好情绪，自己去好好生活吧。这就是这样子的，这很现实。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告诉自己，这个人不喜欢我了，知道吧？因为真的你很多，其实有些人他只要双方有好感，他聊个半个月啊10几天，他们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就会去深入去了解对方。我说过了，在一起不代表什么，在一起只是有一个更正当的身份去升华关系而已，知道吧？虽然女生也会去审视你，所以这个审视期可以有，他没有说一定要多久确定关系才是最好的，然后暧昧期也可以有，只是说这个肯定是不能太长的。就像我跟你们说的，一个男生一直喜欢一个女生，他一直跟这个女生表白，这个女生一直拒绝他，那这个男的他本身是不卑微的，但是因为一直被拒绝，那他是不是就会开始慢慢的就在这段关系中变得很卑微呢？因为他一直被拒绝啊，但是他一直没放开这个男的，那这个男的就会他就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就会变得越来越卑微。那其实这个人一直拒绝你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喜欢你。所以你变卑微之后，他就算有喜欢的人，他肯定不会选择你的，因为你卑微了，你肯定他一直拒绝你就是不喜欢你，那你卑微了，你跟他不在一个平等的点上了，他更不会喜欢你了，那你就不会是他世界里需要珍惜的那一部分，那他找男朋友绝对不会考虑你的，要考虑你早就考虑你了。所以可以有暧昧期，但是不可以很长。然后你如果跟一个女生聊天吧，你自我感觉挺好的，我说过了，你聊了自我感觉挺好的，你可以去真的你可以结合一下对方喜欢你和不喜欢你，女生喜欢你和不喜欢你的回复方式啊，其实都很明显，这个我也科普过了，好吧？所以真的你要是都对得上，他对你也没有感觉，他回的都是很平常的，他也没有多余的话跟你说，那你这完全可以确定他把你当朋友了，是不是？那这种的话，你就算走了，他也不会有所感觉的嘛，除非说他图你点什么，那这时候你走了，可能有些女生图一些男生就是会为他花钱什么的，那你走了，他可能会有感觉吧。但是我们就说正常的女生啊，她不喜欢你，那你走了，她也不会有感觉的。而且很多女生
虽然说很多女生她对待一段感情她会比较慎重吧，但是这个慎重，我说了，这个时间如果太长的话，就他一直跟你暧昧，然后你每次表白他都拒绝啊，他这个已经不是慎重了，他这个其实就已经是不喜欢你了。因为我觉得正常人，你比方说第一个月表白你被拒绝了，好，那我们可以说他可能还不太了解你吧。那你第二个月表白你还被拒绝了，好，那可以说他还需要再一点时间吧。那你第三个月第四个表白你还被拒绝了，那只能说明什么？这只能说明对方不喜欢你啊。但是对方如果他不喜欢你，他一直拒绝你啊，并且也没说不喜欢你，其实这个行为啊，但是他一直跟你聊天挺暧昧的，那他这个行为就很让人下头，那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调整情绪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，不要陷得太深了，因为他就是不喜欢你。虽然说人跟人相处到认识，他这个阶段是慢慢来的，但是这个暧昧期真的太久，到一直拒绝了这个阶段，其实就是他很不喜欢你。可以吧？我之前第一年播的时候吧，有一个舰长，他就是加我的第二天跟我表白，第5天跟我表白，第7天跟我表白，第10天跟我表白。在他第4次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我比较生气，因为我是跟他说我是不喜欢你的，所以在他第4次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我非常的生气。我说这个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，我对你也没有好感，我也不了解你，我本身就不喜欢你，一直表白说明不了什么，知道吧？就是有一些人懂了吗？我就是一开始就明确的不喜欢他，但是就是有人他会一直表白，所以我只想说，你从认识到确定关系的时间的快慢其实都可以，它不能代表两个人聊天或两个人关系的质量。有些人他两个人聊天，那就是我愿意回你，我对你也很有好感，你对我也很有好感，那这些人他们在一起进入一个给对方一个名分，然后再去了解对方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就是都是很正常的，不管是什么时候。但是很长不确定关系的话，其实他就已经不正常了，其实那这个人他就是不喜欢你，知道吧？然后怎么追女生我已经科普过了，不用教什么怎么跟主播培养感情啊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主播是一份工作，正常去看待好吗？没有人直播是为了跟你个傻逼谈恋爱 OK 吗？大家谈恋爱都跟自己喜欢的人谈恋爱 OK 吗？就像我教你们怎么追女生，那你也需要去追一个你喜欢的女生喵，她对你有好感你们才会在一起，她对你没好感你们也不会在一起。我说过很多次了，尊重对方，对方对你真的没好感，不喜欢你，或者只把你当朋友，或者他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图你什么的坏人，那你就可以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状态，可以离开了好吗？所以你在这里对一个陌生的主播说学下怎么跟主播培养感情，我想问你为什么一个主播要跟你培养感情呢？他对你又没好感，你像坨狗屎似的跑到一个陌生主播直播间这么问，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培养感情呢？就说世界上千千万万的陌生的主播吧，他为什么要跟你培养感情啊？我觉得非常搞笑。我说呢，其实大家凌晨好，其实大家都挺忙的，所以喜欢不喜欢从平时的聊天里其实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。一个人他如果会跟你聊天，频率也比较好的话，那其实你们相处的就是挺好的。那当你觉得准备好了实际试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问一下对方的态度是不是。但是你如果已经几次三番的问过对方的态度了，也一直在表现自己，一直在发展关系，但是对方的态度一直不明确，那这时候其实你就已经不需要去确定这段关系了，因为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知道对方是不喜欢你的。你第一次去表态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是因为可能还不太了解你吧，但是你次次去表态，他次次都这么说的话，其实他就是不喜欢你的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。所以你追一个人，如果他在你表现自己的时候被你打动了，确定关系那挺好的。
如果呢，你追一个人，你的怎么表现都打动不了他，也确定不了关系，那就算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调整情绪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其他就不说了，他傻逼不要跟我说话，觉得很烦。